思维上站不起来的男人就很难攻略女人。现在阻碍中国男性脱单的不是什么经济颜值，而是思维下跪。就像某些服务行业有一个特别扭曲的称呼体系，服务者叫老师，付费的呢叫学生。当然道理来说顾客是上帝，付费者才是高位，但现实呢就是他们会把自己放在低位，而且是心甘情愿的。而这种现象在别的国家是很难见到的，几乎看不到。有些文化里呢叫小姐姐，有些文化里呢叫做前辈，有些地方呢就是简单的一个访客跟使用者，对吧？总之呢都是平等的角色，甚至买单的一方会刻意的把自己的这个身份给抬高。只有我们国家会特别的拧巴，男人会把自己的身份矮化。这个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你明明兜里有米，脸上有光，手上还有实力，可是你就是会得不到女人的真心。就算她选择了你也只是忠于你的妈咪你背后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需求压抑。就像大部分人对 X 这个东西是存在天然的羞耻心是一样的。大家也知道我平常会带着兄弟们做提升，对不对？会做认知突破，所以我会经常向我身边的一些大佬去了解他们对两性关系的一些看法，以及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思维模型。然后就会发现一件事儿，一些身家千万的老总，他们对于需求其实也是压抑的，也是会说什么去上课，或者说用一些其他这种代名词。其实这个就是男性在关系里给自己找的一种心理出口，就像叫老师学生这样的就是能让他们觉得不是我主动想要，而是被他引导的当然这种扭曲的表达可不是单指某个行业，而是一种文化映射。因为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呢都是在打压式教育下成长的，比如说从小就被教育不能顶嘴，不能贪心，不要跟别人发生争执你要听话，你要守规矩。男人就更别说了要叫男人什么男子汉就要顶天立地，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男人脆弱就是无能等等等所以久而久之，就算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说你都赚到很多了，你有买单的能力了，但是在思维上呢，你依旧是低姿态，你依旧会下意识低头。就比如说在职场上你会把甲方叫甲方爸爸在爱情里呢，你会把女朋友叫做小祖宗，在婚姻里呢，你会把老婆叫做老婆大人，就好像只有自己低人一等，这个关系才能够更稳定。但是兄弟们认清现实，以前这种思维模式呢，可能还会被夸真诚可靠，放到现在就只有龟只会让女人觉得你这个人好掌握，好捞，好利用。所以真正的觉醒不是你嘴上喊什么口号，而是你的思维模式是不是以自我感受为优先，是不是敢把自己放在高位者的一个姿态。就像很多兄弟嘴上高呼着我不需要女人，我不需要爱情，结果呢社交软件刷的比谁都勤，擦边视频看的比谁都多看到自己心动的女嘉宾的时候还是会化身田汪汪。那这个就是不对的。你要做的不是说要怎么去对待女人，而是要怎么对自己。打比方说，他说他想要一个包， OK， 你先问问你自己，如果买了这个包，我应该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对不对？假如你觉得至少他得回请我吃个饭吧或者说想要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包之后呢而生一点关系，可以那你就告诉他，今天晚上这顿饭如果你请的话，那我就可以考虑买单再或者你也可以跟他讲，如果你现在过来陪我喝点那我就考虑一下。大胆的提出你的要求，他做了那 OK， 你也要说话算话。那如果说他都不给你一些小小的这种正向反馈，那一切免谈，你也不亏，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上位者的思维，永远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你会发现什么？现在的女人都会更喜欢这种敢表达、敢提要求，甚至是敢冒犯他们的男人。为什么呀？因为女人的思维也是在觉醒的女人会想要用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思维去筛选自己眼里的强者。所以兄弟们要记住，现在这个社会早就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你退一步别人只会想要得寸进尺。就像强者虽然会让人畏惧，但是弱者呢只会被人鄙夷。那你是想要被畏惧还是说想要被鄙夷呢？当然了，焦哥解决了太多的问题了，非常清楚突破固有思维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所以我随时也会去留意一些后台的消息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来滴滴。还是那句话弱者呢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或技巧，
焦哥这里呢，只想带各位识人性，用人性。